烟膏里怎么会有一股熟悉的味道？我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你疯了！长老，这是要生命的毒，会上瘾的。那你就不怕上瘾？武灵芝，怎么会有武灵芝的味道？武灵芝，全城只有我们梁家铺子有武灵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刚才自己都说了，烟土定是混在你们梁家的药材里进的城，更何况这东西这么赚钱，你爹为了逐利很正常。我说了，我爹不会做这种缺德商业。是宋之初，一定是宋之初，我要去告发他。告发？你怎么告发？宋明是荣城的市长，宋之初这些年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他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今宋明竞选省主席在即，肯定会替他摆平。更何况，你就这么相信你爹吗？他为什么把你嫁给宋之初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幕后之人就是宋之初，烟馆老板手上一定有他的证据，只要把证据拿到手，就能还我爹一个清白。你是说他们把烟土混在了什么武灵芝里头？可我们一直查梁家的药材也没发觉。伪造成了药膏。这什么帖子？哦，戴家家业邀请了你和宋之初夫妇。不去。当然要去，这是一个破局的好机会。宋之初的烟土肯定还在梁家仓库，他是不会让我们进去的。不过，有一个人会。鲁曼，你刚杀了人家，还指望他带你进去？那戴家太太可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。你不是会写戏吗？你说，接下来这出戏该怎么演？来，随意，开动。当心袖口。呀，这镯子看着是个稀罕物。林夫人好眼光。这玉镯是我家先生当年送给我的定情之物。戴太太和戴先生的感情还真是羡煞旁人。镯子，我不是戴太太莫怪，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外界传闻宋夫人与宋局长婚后恩爱大不如前，可是再怎么着也不必见不得人家夫妻和睦啊。宋局长还在这儿呢，一个镯子而已，改日
我给你寻个更好的。宋局长莫要见怪，妇道人家说话没个分寸。戴太太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柴火已经够了，是时候添把火了。好曲配好舞，既悦耳又悦目。听闻戴太太是留洋回来的，西洋舞跳得很好吧？算是能看。戴太太的探戈在租界可是传奇。不过要说惊鸿一瞥，当年宋夫人在督军府那曲夜来香，连法国领事都看吃了呢。那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不如今日我与宋夫人共舞一曲，比较一番如何？哎，与其说是比较，倒不如说是让我们大家开开眼。姐姐不必扭扭捏捏。好戏开场了。宋夫人这舞步怎么像刚从乡下戏班子学来的？之前伤了腿，许久没调生疏了。戴太太，见谅。原来如此。宋夫人跳舞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看他们跳舞，我也有一点动心。不如我们也跳上一曲。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去帮他解围，这样他才能对我们敞开心扉啊。走吧。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再闹下去，你就真不怕得罪宋家了吗？等等我！夫人真是好手段。先把我当枪使，再拿我当饵喂，让自己的老公去勾引前夫的老婆。什么手段重要吗？这世道，能活着就是好手段。我耳环呢？你下次能不能放机灵点？今天差点就露馅了，知道吗？那你也没有上来帮我。不会跳舞，你随便找个借口不行吗？以后离徐英远点。哎，
凌云，可别怪我。谁让你这把枪这么好使？你在干什么？深更半夜，夫人摸进我房间，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我？林先生若真想要我的命，昨日我误服燕膏之时，又何必献我相救？还是说，你怕我死了，你就没有替罪羊了？你以为一个吻就能让我心软？梁毅，你从花迎坊学的那些伎俩，对我没用吗？我看林先生嘴上硬气，你背着宋之书查的那些事儿，就不怕他知道吗？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危险，你我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明天陆曼要来，配合我演场戏。妹妹这请帖写的倒是风雅，就是不知道今日这鸿门宴摆的什么阵仗。姐姐说笑了，前些时日的相处是妹妹年轻气盛不懂事，昨日代驾这么一番，倒是让我看清楚了豪门太太尖酸刻薄的模样。思来想去，这荣城的贵妇人里头，还是姐姐真性情，值得相交。你如今是常云会的女主人，何必一定要结交什么姐妹？姐姐有所不知，我这婚啊结了等于没结，成日独守空房，也不知我家那位是真萌还是假萌。你是说，凌云并未与你同房？我也是没处吐着苦水。姐姐，我总觉得他心里住着别人。姐姐可曾听说过他跟谁有什么龌龊事？这我上哪知道去啊？不过你家这位倒是挺招人的，看不看得住就靠你自己了。靠我什么呀？我一个孤女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凌云倒是经常跟我提起，说姐姐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还出身富家，如今又成了梁家家主，掌管整个梁家的生意，生活上和生意上都能帮得上宋局长，是世上难寻的好妻子。他当真这么说？我呀，要是能及得上姐姐半分也好。这不是林先生的车吗？我今日登门拜访，总要去打声招呼才合礼数。我平时在成云会无聊得很，这小弟们呀，看似叫我一声大嫂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我不过是凌云恩人的女儿罢了。姐姐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没事常来玩，咱们姐妹也说说话解解闷儿。那是自然，妹妹到时候可别嫌我烦就好。姐姐哪里的话，你愿意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，刚才还在呢。李妈，哎，去请先生过来。啊，好的。林先生看着杀气腾腾的一个人，这房间倒是布置得很雅致。是啊，他可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爹身后的小混混了，所以才嫌弃我了吧？宋夫人，
耳坠。我当然知道这是耳坠。我问你，这是谁的？不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我没有这种东西。跟你结婚这么久，你给我买过什么贵重首饰吗？全是些镀金镀银的廉价玩意儿。说，这到底是哪个野女人的？竟然还藏在身边，睹物思人是不是？你跟我结婚的时候说过，这辈子只有我一个人的。你现在想要三妻四妾了，不想过了就明说，把我放在家里当摆设，自己去找野女人厮混。凌云，你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吗？你够了！姐姐，你给我评评理。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野女人交出来，我就吊死在丑运会大门口。妹妹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姐姐，你看我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或许这是个误会呢。这样，我替你问问他。李妈，把你们夫人带下去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放心。凌云，你个王八蛋，负心汉！你在干什么？昨日我的耳坠掉了，没想到是在林先生这里。原来是宋夫人。昨日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帮你的是我家夫人。今日我算是见识到林先生与夫人是如何恩爱的了。凌云，体面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心在哪里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又何苦嘴硬呢？堂堂良家小姐，除了乱搞男女关系，没有别的手段了是吗？要怪就怪林先生魅力太大，惹得那陆曼满心满眼都是。要说乱搞男女关系，我可比不上你和宋之初啊。我当时上的谁的床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全城都知道你是我夫人，亲手把自己的老公推给别的女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这夫人不过是个名头而已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你是宋夫人，跟宋之初可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、喜结连理的关系。你去勾引宋之初，不是更好吗？荣城的天要亮得敞亮，须得警局的枪和城运会的事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只可惜荣城的天被熏得乌烟瘴气，晚辈实在不能坐视不管。什么时候轮到黑道来维持正义了？搞笑呢？白的成了黑的，世道颠倒。宋局长，到底是谁可笑？兄弟戏强，倒会叫外人钻了空子，万万不可呀！凌云贤侄，之初我已经教训过了，此事是他办的不妥。对那些宵小在眼皮子底下干的混账事情，竟然毫无察觉。贤侄直捣黄龙是为大功一件，是之初体察不清，闹出一场误会。误会？看来宋市长是定性的。你们二人都是求好心切，都是为了荣城，
今日我做东，一来是替支出向贤侄赔罪，二来是作为市长，感谢二位联手替荣城肃清烟土之害。来，宋市长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哪有父亲替儿子赔罪的道理？这罪还得是亲自赔才有诚意。凌云，你这夫人还真是牙尖嘴利呀。支出，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看你怎么表现了。可以了吗？宋局长，我可是受了刑流了血的，一杯酒就能冰释前嫌。这回够了吗？好，就当做歃血为盟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兄弟的情分就坐实了，一家人不再说两家话，通力合作，共建荣城。老爷，秘书找你。公务在身，我先走一步。你们兄弟俩好好叙叙旧。林夫人似乎很喜欢吃鱼眼啊，这么巧，我们家梁毅也喜欢吃鱼眼。猜错了，是我家先生喜欢吃。啊，他呀，把我胃口摸得透透的。正好还有一只。怎么，宋夫人改胃口了？哎，我听说一旦怀孕了，口味是会变的。该不会宋夫人是当了孩子娘的人吧？我们夫妻同心，就算是她要当娘了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她的，不劳林夫人操心了。听说林夫人上次去药铺仓库，是为了看一眼五裂黄连。五裂黄连极为稀有，好奇罢了。可梁家仓库有五裂黄连这事儿，除了梁家的掌柜，就只有我岳父和夫人知道。你是从哪听说的？梁家作为荣城第一药铺，定是有些稀有药材的，碰巧罢了。珍稀药材那么多，你随口一问，就恰好问到了库房有的，太巧了吧？我们是受邀来吃饭，不是来受审。告辞。怎么回事？许是云州那边也得到了消息，怕咱们从此切断烟土生意。你去告诉他们，烟土只是暂停交易，但该给的钱一分也不会少。就当是纳贡。云州这条线必须保住。我指着的可是他们的枪杆子。刚才宋之初明显已经起疑了，所以我们更要尽快下手才行。陆曼的儿子和老公找到了吗？人已经救出来了。宋之初把他们关在自己城东的私宅。这对父子在宋之初手里是软肋，
在我们手里就是底牌，我们得尽快曝光陆曼的身份。宋之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。再过几天，宋明就要联合商会举办今年的慈善宴会，到时候全城有头有脸的商户们都会亲自到场。宋明想竞选省主席，离不开这些商户的支持。你有什么计划？你只需要安安心心做你的林夫人。我说过，宋家交给我来处理。哎。